大家好，我是玉明。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对于心理健康认知的几个误区。那前一段时间呢，林肯公园的主唱 Chester Bennington 在家上吊自杀了。那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还是蛮沉重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选择了自杀，就证明了他已经走投无路了。那 Chester 呢，他长期患有忧郁跟焦虑，那他小时候呢也经历了不少创伤，所以他经常用酒精跟毒品去麻痹自己。其实我们身体生病了要找医生，心理出现问题也一样，我们应当要寻求帮助。但我也明白，就是我们的文化呀、历史啊、社会啊，还有我们对我们自身的自我认知，并没有为我们建立一个比较健康跟正面的环境，让我们可以比较随心所欲和感到安全去聊自己的情感。那大部分人都是选择去避而不谈，所以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对于心理健康认知的几个误区。我觉得说这句话的人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他们的复原性还是蛮强的，就是他们有心理健康的问题，但是只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调节，他们还是可以慢慢恢复的。那第二种就是他们看起来他们的复原性很强，表面上风平浪静，可是回家就会打自己的小孩啊，虐待自己的宠物啊，或者说家暴自己的另一半。那第三种可能性呢，就是有的人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可是就老抱怨自己的感情之路不顺啊，自己老是被甩的那一个啊，或甩人的那一个啊。归根总结一句话，就是问题不在自己身上，只是我的运气不好。那我同意，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没办法控制谁可以进入我们的生活，但我们不都有选择的权利吗？你为什么要选他呢？那第四种就是有的人可能意识到了，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但却悄悄地爱上了喝酒啊，特别爱吃东西、赌博啊、网络游戏等等等等。那这些行为都没有问题，但当它演变成了酗酒啊、暴饮暴食啊、沉迷于赌博啊、沉迷于毒品啊、网络游戏，那就出问题了。你知道吗？现在的神经科学呢，已经证明了我们过去的创伤有可能对我们的大脑组织，像海马体啊，主管我们记忆的储存与转换；然后杏仁核主管我们的情绪；然后主管我们遇到危险时候的应急反应；还有我们的皮层主管我们的分析思考跟判断能力等等。那过去的创伤呢，有可能对我们大脑组织的运作跟连接产生永久性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些重要成分也会因为我们心理健康的影响而有所增减，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催生素，它不仅可以帮助孕妇生产的过程中减少压力、减少疼痛，它也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建立信任、建立关系。那如果催生素缺失的话呢，我们在关系里面就会比较容易焦虑比较缺乏安全感和比较难建立信任。那如果我们成长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底下呢，我们的大脑是会自然去分泌催生素的。那如果我们成长的环境呢，经常让我们处在一个比较惊恐的状态啊，或者说有压力的状态，或者说比较焦虑的状态我们的大脑呢就比较难去分泌催生素。那这样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以后要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But 我刚才说的有点悲催，那是不是如果我们的成长环境对我们的大脑造成了影响，我就完蛋了呢？那当然就是不是咯。那我觉得现在的神经科学对我们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大脑的可塑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长环境对我们的大脑产生了影响，而我们通过后天的努力，然后后天的自我疗愈，还有后天的自我调节，我们的大脑是可以恢复健康的。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社会对男生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经常说男生不可以哭啊，男生要比女生坚强啊，等等等等。那有的时候我在想，哭又怎么样呢？哭就代表不坚强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哭一下，去发泄一下，我们才可以重新振作，继续去解决问题啊。
这应该是错觉吧，但是我也明白这个错觉背后产生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文化原因了。我觉得包括东西方的文化其实对心理健康的讨论也是蛮忌讳的。像在说英文的西方国家里面，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 How are you， 对吧？回答永远都是 I am good, I am fine， 没有人会说 I am back， 谁要听啊，对吧？那第二就是东方文化也一样啊，像我们东方的文化里面就是如果我们有压力，然后我们心情不好我们就关起门来自己解决就好了，家丑不外扬啊，对吧？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社交平台了，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去 po 我们到哪里去玩了，吃了什么好吃的，我们的小朋友今天弹钢琴有多棒啊，或者说我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奖。那应该很少人会 po 我今天糟透了，我被老板骂，我跟女朋友分手了，等等等等，好像我们在传递负能量，然后自己也会有罪恶感。那我同意，就是正能量要传播，好的东西、开心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但我想说的是负能量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忽略而消失掉，它可能暂时被我们给埋藏起来了，但它又会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某一天给爆发出来。就像有的人他可能有一天就大发雷霆啊，或者说有一天他就会觉得我们的情绪很低落啊。我能理解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来访者，她是一个妈妈，她正在办理离婚，并且在争夺对子女的抚养权。那她告诉我，她很害怕别人知道她有抑郁症，这样的话法官就会剥夺她对子女的抚养权。那我告诉她，其实这样的想法是很不正确的，因为只有你得了抑郁症，然后你又没有去寻求帮助或者说治疗，而严重的影响到了你对子女的照顾，法官才会剥夺你的抚养权。那第二个就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面临了心理健康上面的一些问题。像大家所熟悉的搜狐 CEO 张朝阳，他在以前就表示他得了抑郁症，然后他说了，就是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了，但是还是很不开心。那后来他好像闭关了1年，并且迷上了瑜伽。那还有大家所熟悉的 Lady Gaga， 她也曾经公开表示她小时候受了性侵犯，然后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那还有就是歌手 Adele， 她之前生了小孩，然后就得了产后忧郁症。那还有就是大家还记得《大空头》这部电影吗？ Big Short 里面的基金管理人 Michael Burry， 他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人物。那他是少数几个一开始就发现了美国08年的次贷危机，并从中做空了美国的房贷市场，而从中大赚一笔。那他本身就得了阿斯伯格症，也就是自闭症的一种。那其实他也活得好好的，他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投资人。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心理健康上面的问题又怎么样呢？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去重视它。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们的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该怎么办呢？那我想重申的是，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的复原性还是蛮强的，只要我们跟朋友聊一下天啊，出一趟远门啊，或者说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我们过一段时间是可以自我疗愈的。那但是如果有的人他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觉得没有好转的话，我就建议他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了。那前一段时间呢，英国王室的威廉王子、凯特王妃、哈利王子为他们成立了机构 Heads Together 赛跑募捐。那 Heads Together 的宗旨呢，是要把心理健康的对话正常化、日常化，让我们可以比较轻松自在的去谈论自己的心情，而不觉得被歧视。那哈利王子也曾公开表示，就是因为自己母亲戴安娜王妃的去世，他把自己的情感封闭了20年之久。那我们之前在报章杂志上面看到了关于他的负面新闻，我觉得也应该是对自己情绪的一种宣泄。那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建立一个比较健康、比较正面、比较包容的环境，我们可能会更愿意去敞开心扉去谈自己的情感，或者说向外求助。那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的朋友要向你倾诉什么，你就请耐心倾听，因为有一天可能你也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